嗨，大家好，你知道吗？新加坡强劲的经济虽然让很多人享受到稳定的工作机会，但现实却是薪水的增长速度常常追不上生活成本的飞涨，对吧？尤其是租金越来越贵，日常开销越来越高，是不是每到月底就开始计算人生了呢？但别担心，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新加坡打工人其实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副业，通过一些简单的小技巧，你完全可以利用下班时间创造自己的第二份薪水，听着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别走开，因为这期视频我会告诉你，用 TikTok Shop 和 Carousel Lines 打造月入1000美元加的副业计划。这些方法不仅靠谱，而且真的有人做到了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副业成本低、门槛低，完全适合普通打工人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其实，副业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根据一项数据显示，新加坡有至少60%的打工人尝试过副业或正在做副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全球排名靠前，比如租金就占了很多人收入的30%甚至更多。再加上通货膨胀，很多人发现单靠一份薪水真的很难维持更高品质的生活。而在这个问题背后，其实也隐藏了一个机会。现在的新加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工具，比如 TikTok Shop， 比如 Carousel， 就算你没有运营经验，也可以轻松上手。哪怕你只有下班后2-3个小时，可能都能稳定月入额外1000美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具体做些什么？哪些操作是最简单有效的？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如何用 TikTok Shop 打开你的副业创业路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干货时间。听过 TikTok 的你，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个趋势， TikTok Shop 正在成为电商领域的大热平台，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，它的低门槛吸引了无数人。很多新加坡打工人也在这里找到了一份第二份薪水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小军，也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人，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做副业，但偶然接触 TikTok Shop 后，他慢慢上手，开始做一些小商品的代发销售。他只用下班时间每天拍几条短视频，3个月后就能稳定月入1200美元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最棒的是，他基本不需要囤货，风险非常低。听到这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能不能做呢？答案是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会用手机拍短视频，你就已经比很多人更有优势了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步骤。第一步，注册账号，去申请一个 TikTok Shop 的卖家账户，非常简单。2步，找到热卖品，这点很关键，你可以从一些本地畅销商品入手，比如好看的包包或者生活小用品，这些在新加坡市场非常受欢迎。第3步，拍短视频。我知道很多人会担心拍视频很难，但其实只要你能拿出一些创意，比如产品测评、快速开箱、有趣的展示方式，很容易吸引观众为你点赞和购买。所以说，只要每天花个1-2个小时拍个几条短视频，你也可以在 TikTok Shop 里开启副业创业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听起来很棒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宝藏平台 Carousel。 说到副业，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卖东西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早就有副业资源了，比如家里那些闲置不用的物品，甚至是你本身的技能都可以帮你赚钱。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荐 Carousel， 它主要是一个二手交易平台，但同时也支持服务类项目，比如你可以教钢琴、摄影课程，甚至出租设备。惊不惊喜？是不是感觉刚刚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？第一步，先从闲置物品开始，这既可以帮你清理家里空间，又能用那些相对价值较高的物品换点额外收入，比如旧手机、玩具，甚至书籍。很多人在 Carousel 上每月赚个200美元到500美元，真的不难。第2步，试着转向服务类副业。如果你有一技之长，比如设计教课或者摄影，可以直接在 Carousel 发布你的服务。之前我听过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故事，他租出专业的相机设备，同时接拍了一些小型摄影项目，每月副业收入达到了800美元以上。这就是平台的价值所在。所以说 Carousel 真的是一个副业的宝藏地，特别是如果你能用心经营，说不定这些副业客户还能变成你的长期收入来源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又解锁了新的赚钱思路？接着往下，我们来讲讲时间管理。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，我每天工作都很累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做副业啊？其实能不能做好副业的问题，不是时间够不够，而是时间怎么规划。大部分打工人都有差不多的困扰，时间不够，精力不足。这里就给大家3个超实用的小建议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。第一，设定限定时间，每天花2到3小时就好，时间一到直接停下，把正职和副业严格分开，这样既不影响工作，也不会让自己过度疲劳。第2，制定阶段目标，不要急着追求月赚几千，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第1个月赚500新币，慢慢提升到1000新币。第3，善用工具，比如像 Canva 可以快速设计商品图片，用 TikTok 自带的视频剪辑功能提升效率等等。工具用得好，可以帮你节省至少50%的工作时间。说到这，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关键问题：副业中如何避免踩雷？副业确实诱人，但你可能也听过一些副业翻车的故事，对吧？
比如轻信广告差点被骗的血本无归。所以这里有2个警告，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避免盲目囤货，尤其是做电商的朋友，能代发货就绝对不要压库存。TikTok、Shop 和 Carousel 都支持轻资产模式，这样能避免很大的风险。第二，不要轻易相信无风险高回报，特别是那些听起来天花乱坠的兼职项目，比如帮人刷单拿回扣，这些很可能是骗局。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就差点被骗，他收到一个高回报刷单的项目，结果交了$500押金后，对方直接消失。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记住副业虽好，安全和合法才是第一位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分享了2种超实用的副业方法 ，TikTok Shop 和 Carousel。你会发现它们门槛极低，但是效果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。只要踏出第一步，副业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，所以别等了。今晚就试着去申请一个 TikTok Shop 账户，或者开始列出家里的闲置物品，上传到 Carousel 吧。如果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每月额外赚$1000真的不难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，千万记得点赞这个视频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大家都加入第2份薪水计划。还有，如果你有任何不懂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挑出好问题，专门拍一期视频回答。最后，这只是第1章，下一期我会揭秘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创意副业机会，帮助你零起步月赚$2000。订阅我的频道，千万别错过。好了，我是 Adam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